Hey governors, happy anniversary. Today we are in Chengdu, China, and we're giving you an exclusive tour of the LEGO headquarters, the dev team behind our beloved Rise of Kingdoms. Without saying, commanders are the core of Rise of Kingdoms, and in this video, we wanted to show you some of the behind-the-scene work of how these commanders come to life in Rise of Kingdoms. Let's go!大家好，我叫蒋伟，是乐狗的战斗策划。Hello， 大家好，我叫周洋，我是《万国觉醒》的角色原画，主要负责统帅的设计以及制作。大家好，我叫曹鹏，我来自《万国觉醒》角色设计团队，在团队中负责角色设计工作。在设计新的统帅之前，我们会先进行一些信息的收集。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这个角色，他在历史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战斗风格。就比如说他率领什么兵种，打过什么类型的战役，然后我们会基于这个角色前面的这些收集的信息，以及他的兵种，然后去决定他和谁进行搭配，以及他们搭配的组合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风格，然后最后还会根据这个角色是否有一定的历史故事，然后给予该角色一定的这种技能的机制是符合历史故事的，然后当这些所有都决定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大概3轮的审核。在审核过了之后，会分成2部分，一部分交给美术同学进行外形的设计，另一部分我们策划开始进行详细的技能设计。当所有的技能都设计完毕以后，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强度的一个叫什么评估，可以叫评估。然后评估之后，我们会用第三方的一个 AI。的一个程序对它进行一个具体的强度设计，当所有东西结束以后，和美术同学设计的部分结合，然后最后开始上线，大概是这样的。ROK 是个严谨的历史题材游戏，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设计都是有理有据、非常有考究的。当我们拿到一个角色需求的时候，我们就会搜寻大量的角色的相关的资料。我们会从中去了解角色的生平事迹，总结出他的一些高光时刻，提炼出他的性格来，融入到我们设计当中。关于角色的服饰的话，我们也是相当考究。我们通常会去收集该角色在全球各地的一些雕像形象，以及他的电影、他的游戏等作品。从这些游戏当中，或者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提炼出它的最有特点的东西，融入到我们设计当中。我们希望做出最有特点、最真实的设计。比如我们在设计塔玛丽的时候，塔玛丽身上的衣服材质这些我们都是不了解的。我们翻看了很多历史资料，它上面只是平涂的一张画面而已，但对于服饰的穿插没有交代。不过万幸的是，我们有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个格鲁吉亚人，他帮我们在格鲁吉亚当地的博物馆里面拍摄了这套服装的真实样貌，这个对我们的设计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最终，我们在设计当中也还原了它的真实结构。统帅设计的前期工作主要是收集参考资料和对这些参考资料进行筛选。在前期的资料收集上，我会着重关注关于这个角色的雕像、画像以及民间形象作为这个角色的一个经典造型。首先，对于我比较了解的统帅，我是有一个自己的理解。比方说项羽，历史上留下关于项羽的外貌的记载非常少，而大多数人都是从一些典故中去了解这个人物，比方说《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破釜沉舟》这些典故。而影视剧中的项羽形象多半是俊美的型男，而我更多的是选择了他作为霸王勇猛的一面，而同时我又参考了水墨画大师戴敦邦笔下的项羽的造型。而在后面的 pose 的设计中，我更多的参考了佛教造像中关于一些天王历史的一些造型，最终设计出这样一个勇猛西楚霸王的形象。ROK 的美术风格是属于欧美卡通风格。我们在设计角色形象的时候，我们会采取有趣的图形来组合成独具特色的角色形象。至于角色形象的气质特征，我们也会参考非常多的资料。
比如说，当时我们设计吉尔伽美什的时候，吉尔伽美什的资料真的特别少。当时吉尔伽美什的资料都是雕像为主的材料。至于吉尔伽美什该具备怎样的特点以及性格，我们当时是参考了吉尔伽美史诗里面的传说。在传说里面，吉尔伽美什的勇敢的形象和他不惧困难去挑战的形象，我们最终把它提炼出来，设计到我们的 ROK 当中。甚至在吉尔伽美史诗里面和吉尔伽美什有过打斗的一条蛇，我们也考虑过把它设计在我们的角色身上，但这个东西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和大家见面，会有些遗憾。我们在制作项羽的过程中，一开始是想让其成为一个在人群中不断厮杀、完全不会离开战场、越战越勇的一个狂战士的体验。但在最后测试的时候，我们发现移速下降对于这个体验影响非常大，不同的移速下降会造成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么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观看录像来确认项羽在战场中这个表现的数值到底是多少。然后最后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数值来完美的表现其在战史沙场上的霸气。然后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制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条件。其实是有的，就我们策划这边在设计统帅的时候，其实平时周围一直是有这种各种的历史资料呀、历史书籍这种，就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同学的这个桌上随时都有一本类似画册呀，或者是历史书在狂补的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呢，就一般如果当想不出新的统帅或者找不到合适的统帅的时候，就爱在四川省的图书馆去找一些资料。So we've collected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commanders from the community, and we want to take this chance to offer some clarification. 为什么现有的子将会再以巅峰身份出现？是真的没创意了吗？这个当然不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文明统帅，也就是我们的子将，其实为了表现其文明的特色，都是选用这个文明比较知名的一些统帅来制作的。但是呢，由于它在游戏早期出现，所以它的强度一定是很低的，这造成了在征服赛季，就比如说我们游戏后期啊，它完全没有出场的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内部呢，通过一个会议讨论了一下，我们觉得这种行为是很可惜的。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启了这个巅峰的这个计划，其目的就是让一些知名的一些文明统帅在后期仍然拥有一些出场的机会啊。当然呢，制作这个整个统帅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偷懒啊，就说从统帅的技能设计到这个造型设计，然后最后到渲染这一步和完全做一个新的统帅完全是一样的。对，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没有创意也没有偷懒。设计一个新统帅时，你最注重统帅的哪些方面？在设计一个新统帅的时候，对于统帅的形象，我可能最注重的就是他需要比较有趣，然后记忆深刻，然后能一下子吸引住玩家。然后至于角色身上的服饰的话，我们 ROK 最需要考究的就是它服饰的严谨性。我们需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和风俗，设计出最还原的服饰来呈现给玩家们。目前设计过的最有趣的角色，我认为就是玛雅文明的巴加尔2世，因为在我们众多的文明里面，只有像玛雅文明啊、像阿兹特克文明这种中美洲的文明，它会有非常有独特的、独一无二的那些服饰和武器。比方说巴加尔2世身穿玛雅贵族所披挂的那种玉石材质做的服装，包括他头顶的美洲虎的头冠，还有羽毛以及其他的一些配饰，都和其他文明有很大的区别。再比方说他们这个文明所用的武器多半都是用石材或者是黑曜石制作的，所以他们的这种武器相比较其他文明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后期的一些统帅比前期的统帅强度高比较多，有什么去平衡的方法？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些问题。那么在线上的玩家可能知道，我们其实推出了一个系统叫博物馆系统。
这个博物馆系统的初衷就是把一些低强度统帅往上去提高它的强度，让它在战场上可以使用。所以这个是我们后期的一个主要的手段。目前为止 ，ROK 的统帅里面，我做过的难度最大的一个统帅是日本闻名的本多忠胜。因为虽然说本多忠胜这个历史人物，他作为战国时期的一个武将，他留下来可以直接参考的武士盔甲和他的武器，但是我在一开始设计中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去夸张他的体型，作为一个和其他文明很不一样的一个特点。ROK 统帅的腿为什么都那么细？其实腿部设计的比较细是比较符合一般来说美式卡通设计的一个逻辑，就是上半身普遍都比较强壮，然后下半身设计的比较细，这样的话就比较夸张。但是我们的统帅里面，其中也有一些腿不那么细的，比方说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的埃提乌斯，他就是非常强壮的，而且他的腿也是很壮的。可否悄悄透露最近在设计制作的统帅？当然不能透露。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在设计一个非常有名，甚至关注度相对于比较高的一个统帅，他的剪影会非常的修长和挺拔。至于是谁呢？大家可以猜猜看。感谢大家对万国觉醒的支持，祝大家周年庆快乐！ It's been a fun trip, and thank you, governors, for all of your support. We hope you enjoyed watching this video. And until next time, bye bye. Today we're in Chengdu. Sorry. Let's go. 祝大家周年庆快乐！有点，不要。